明朝的皇帝是怎么看待对日贸易的，而他们的态度又怎样催生出了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一个群体——倭寇。明朝的这位太祖皇帝朱元璋，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咱中国地大物博，啥都不缺，朝廷的收入主要依靠水稻农业的税收，官员们也觉得没必要靠对外贸易来挣钱。关键的是呢，朱元璋希望沿海地区安安稳稳的，所以他刚登基，在公元1369年就立刻下令严禁一切对外贸易，同时呢，加强海防，严厉打击走私。于正月4日，设祭于紫金山巅，昭告天地皇之，立国大明，建元洪武。他知道日本商人很想跟中国做生意，但他开出条件，除非日本愿意接受朝贡关系，否则免谈。而且所有的往来两国的船只必须持有一种叫勘合符的特别许可证，才能运输特定的货物。公元1369年，也就是他登基的第2年，朱元璋就派使节前往日本和东南亚，主动去推动这个朝贡关系，落实勘合制。他深信日本比中国更需要贸易，所以咱们有足够的底气严格的进行管控。果然呢，到了公元1371年，日本派了10位僧人来到中国，还带来了怀良亲王后来的醍醐天皇之子的信件。朱元璋也礼尚往来，派了8位僧人回访，带去了礼物。有意思的是呢，两边派出的主要谈判代表也还都是僧侣。但接下来的几年，日本始终不肯接受朝贡关系。公元1380年，一个日本贸易代表团来到了中国，就因为日本不愿意称臣进贡，中国断然拒绝了他们的人和货的入境。日本商人想卸货也没卸成。事情呢变得越来越复杂，朱元璋呢甚至怀疑他的宰相胡惟庸和日本人有勾结，想谋反篡位。明朝官员态度非常明确，除非日本接受朝贡，在理智上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否则一切免谈。然后呢，转机开始出现在了日本方面。公元1394年，足利义满把将军之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做了太臣大臣。说句题外话，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朋友，或许对足利义满这个名字感觉有些熟悉。对，这就是当年你们最喜欢看的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的那个大将军足利义满。不过区别在于呢，动画片里的足利义满和一休被刻画成为一种比较幽默和忘年交的关系。其实历史上的一休却是足利义满的亲孙子。虽然亲爷孙关系，但因为复杂的权力斗争，让两个人的关系呢，并不像世俗想的那么亲密。这是另一段历史，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我们说回到中日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当年的足利义满清醒地意识到，室町幕府并不像当年的镰仓幕府那样获得全日本的支持。他认为恢复对华贸易对日本会非常有利，能够帮助足利家族巩固统治地位。毕竟呢，日本实在没有什么谈判的筹码。最终呢，足利义满放软姿态，同意接受朝贡关系，承认日本地位低于中国。可就在他准备正式承认中国皇帝为天子，自己甘为臣属的时候，朱元璋驾崩了。明朝内部爆发了权力斗争，皇孙建文帝朱允炆和他的叔叔燕王朱棣争夺皇位。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派出了一支约300人的使团，乘船来到中国朝贡称臣。他们很聪明，准备了2份国书，一份呢是给建文帝的，另一封呢则是预备给可能夺位成功的朱棣的。船队抵达时呢，朱棣已经成了永乐皇帝，使团便献上了第2封国书。两国于公元1403年达成协议，重建朝贡，恢复贸易。永乐帝规定，日本每10年进贡一次，每次只准来2艘船，日本会拿到勘合符，凭此开展私人贸易。使团回国的时候呢，永乐皇帝还允许80位中国人搭乘他们的船去了日本。
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一句，没有史料显示足利义满这个决定得到了日本天皇或者朝廷的批准。很多日本学者推测呢，朝廷里肯定是有人反对。果然呢，后来有不少日本人批判足利义满没有骨气，丢了国家的脸。朝贡关系恢复以后，在公元1404至1410年间，除了正式使团，明朝呢还额外允许6艘日本商船来华进行贸易。到了公元1451年，来了一个由9艘船组成的日本使团，带的货物实在太多，中方都很难全部的高价吃下。后来呢，日本国内2大氏族大内氏和细川氏正在交战，无法联合组团，竟各自派出了一个使团来到了明朝。一些日本官员始终不愿意接受朝贡体系中的臣属地位。到了16世纪中期，内部争执愈演愈烈，组织朝贡的使团变得越来越困难。从公元1403年到公元1547年，日本幕府一共向明朝派出了17次朝贡使团，带来了各种贡品和商品，而最后一次遣使则是在公元1547年。在下一次呢，我们要顺着明朝的海外政策，讲到一个咱们中国人在中学历史课本里都学过的重要概念——倭寇。这倭寇到底是怎么兴起的？它和朝廷的贸易政策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